一下水银 Q 3 A 一下 Q 3的 P3个。counter 建模打团的是比狮子狗要厉害很多的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，我嘴硬了吗？我没有嘴硬啊，我不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你主播的实力吗？你哪波看到我是在吹牛？我上波说我包 C 包赢，那我是包 C 也包赢的呀，对吧？我第一把我说了，我直播间就有个规矩啊，从来不赢第一把的呀。你看我什么时候赢过第一把？我第一把都是用来热身的，热完身先把对面暴杀一顿，你看到没？我第一把是包 C 了，但是为什么我不赢呢？因为直播间第一把不能赢，知道吗？不能坏了规矩，所以说第一把我就故意不赢了。你以为我杀14个人、11个人为什么赢不了游戏？是故意不赢的，并不是我赢不了，知道吗？那么这一把的话，教你们怎么样打狮子狗啊？又是卡特丁，但是卡特丁是一个时光杖的卡特丁，不用怕，不管是时光杖还是大天使，你都要注意他的踩，他的 Q、他的 W， 还不对，他的大招是非常的关键的。只要不让他踩到，他的第一轮伤害是打不死你的。如果他消耗你，你一定要有好的机会去冲他。如果没有好的机会去冲他的话，那就不要被他消耗了。OK， 这波刷也就完美了。然后边刷边往左边拉。这个反倒没快几秒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感觉应该会快几秒的。刷完这个之后，咱们直接观察一下中上的局势啊。中路的话，狮子狗应该是会选择一个红开啊，狮子狗大概率不会选择一个蓝开。他选择一个红开的话，这个节奏被单杀了。咱们看上路的中上的情况，是为了方便我们5级之后的那波节奏，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。但是中路直接越塔失败了，然后上路是一个洛加一个炸的人的组合，并不具备耗血的能力啊，打对面的石盾加洛，石盾加维恩。那这种局的话，咱们就吃个5级就直接回家了。下路什么情况？下路可能会被越，咱们现在2种选择，一种就是越上，赶紧抓上路；另外一种就快速回家帮下路。那我们快速回家帮下路吧，可以抓石盾这个位置非常的靠前，来，逼他个闪也行。我操，这个我推过去了。回家吧，回家吧，这波，这波，这波我卡了一下，这波这个洛为什么要 E 回来？他 EAD 不就跑掉了吗？他 E 回来扛了一下塔，拿他炮大的，没关系啊，这波大招闪现都没打出来，非常的亏啊！想着打个闪，至少打个闪也能不亏的，反倒还搭进去一个。咱们还是抓到实时抓中吧，好吧？这把我们双路就让他们发育就好了，负责过去解一下线就好了，其他的情况就不用去了，不是很好抓啊。石头人做的是一个肉状石头，它并不是个舒适石头，它是个肉状石头。然后在中路的话，中路这波回家了，没有一个很好压线的机会啊。下路的话被视野看到了，这边是有眼的，咱们直接进他的野区啊。因为中路是有线权的，对吧？下路是一个平线，支援起来速度是差不多的。我们这波打起来，肯定是我们队友先到，对吧？就算队友不先到，我们拉扯一下也是我们这边比对面厉害。好，狮子给抓中了，这个时候杰斯直接被做掉了，做掉了没关系啊，咱们这是一个 Q 1，往后面撤一下。这个兵线肯定是不能让他清的 ，Q 2大招 A 一下，这个 Q 3，我靠 W 层，再 A 一下，拉回来一个 A1，再 A 一下，做掉他这个背击。他死掉了，这个 F4 应该是没有了，但是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回城，确认一下他的 F4 刷新的时间啊，然后回家把装备补一下。补完装备之后，这把的话是一条土龙，那我们就选择先锋啊。怎么一到打野就这么难玩呢？不过正好啊，咱们只打劣势局，优势局没有什么教学的必要，知道吗？劣势局才是真正的教学和技术的体现。观察局势啊，多观察局势。这种逆风局必须得多看局势了。上路的话没什么机会啊，这2个组合只能看洛，除非洛能抬到这个
ADC 是个水银血，其实很有机会，但是以第一波落的操作来说，上路的风险还是有点小大，不是很好干卡。咱们这时候把上野区刷完之后，再往下面靠。别着急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做的是就是等待一个很好的时机。一个成熟的猎人要有耐心，知道吗 ？OK， 就这波机会。哎，先一个惩戒直接做掉他。我靠，这惩戒还被抢了。W 一下，一个 Q 弹，再一个平 A， 一个 Q 1弹，再一下一个 Q 3，闪现，哎，没有闪，一刀斩。斩完之后别急，咱们先吸下血啊，这个血量要吸啊，吸完之后再去吃这个小龙，因为小龙打的会比先锋快，而且我们装备和等级都挺不错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对面先锋直接打完了，我靠 ，Q 2弹，再一下一个 Q 3的惩戒回个血 A1A， 再一个 W， 做掉这个卡斯汀之后，咱们吃个果子。这波狮子狗可能会直接跳大，我们现在没成的，但是估计他应该不会过来。因为他的队友死完了，咱们之后把这个龙给收掉之后，给队友拼一下，先撇，这个不是撇清责的，这个是让队友知道我没成啊，打到底啊，回家。我的队友是逆风，但是我不会逆风，好吧？这就是一个，我靠，吓我一跳，这就是一个技术主播该有的基础素养。真正的技术主播是不会像其他的那种娱乐主播一样，动不动就怪队友。技术主播是只会找自己的问题，对吧？没 C 就是自己的问题。但是当然，技术主播怎么可能不 C 呢？E 过来一个惩戒，再来一刀秒掉之后 BG， 再 A 一下一个 W， 他死了。Q 1弹 A 一下 Q 1弹40.几秒，哎，一个 Q 3，你能跑？然后把他3档给刷掉，刷掉之后下路有没有机会呢？下路，好，你也要起舞吗？先把他先攻给破了，别急。你什么意思啊 ？Q1敲你一下，小猫咪。OK， 然后把他的蛤蟆给吃掉，就这么狂，知道吗？把他的蛤蟆吃完之后，直接拆他的下塔，这就是真正的技术主播。这种很难找到机会的对局里面，能把自己打成5-0-1，而且还能在野区拉屎。呸，不能这么说，咱们要有点那个，要那个，不要这么低俗啊！在他的野区，好吧，游龙，在他的野区游龙，看到没？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这种狮子狗吃掉先锋，并且有3层那个项链的同时，3层被动的同时，我还能在他的野区游龙，可想而知主播的实力是有多么的强悍。回家，这波不要装备，上路的话又会被抓了。好，杰斯一个闪现长球直接吹了波空气，然后直接被做掉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不能切屏啊！这一切屏，我要喝药了，不是我要吃药了。我靠，这强度有点高啊。敢拆上塔是吧？这是上塔被拆了没关系，咱们一过来开个场，确保这边没有眼就行了，然后直接开到场，来精准预判这个位置。我操，你躲在这里回城，这是个高手知道吗？因为一般的普通人会在中间回城，高手会在我 W 那个位置回城，而顶尖高手则会在那个位置回城，形成一波那个预判中的预判，好吧 ？OK， 这个文是个高手，一看就是高手。然后把赛区收完之后，直接回家补个3项。这把的话不是很好打，咱们现在也是只有我一个人是优势，而且对面是一个后期阵容，我们这边就一个后期，前中期该拿到优势的位置，并没有拿到什么太大的优势啊。比如说射体，对吧？射体是平经济，然后中单是裂了。少了400块，双方都是互发育。那维恩和炸弹人的曲线其实是差不太多的，炸弹人的曲线可能会好那么一丢丢，但是好的不是特别多。咱们 E 过来一个大招惩戒 ，A 一下一个 Q 1弹 ，W 一下，他交大了，咱们这再一下一个 Q 1弹，再一个 Q 3 P 2个，再一个平 A， 再一个平 A，BG， 再一个平 A。OK， 这时候咱们直接吃一下他的 F4，吸下血，把血吸满了之后，咱们开个槽，绕一圈视野。然后贴墙，再绕一圈视野，然后等这波兵线进去，然后干嘛？然后直接 Q1 A 一下一个 W 层 Q 的，再 A 一下一个 Q 3的，E 过来触发3项，然后但是，我口有点渴了，接个水。
喝过水之后再买个什么呢？这把的话，我看一下对面的现在的局势啊，这个落手是一个海闪，然后维恩加那个，我们这把的话就选择一个水银丝带吧，好吧，这波选择一个水银丝带，选这个水银丝带的话，这波就让我们被控到了，也有一个反制的手段，不至于直接被控到死啊。这个辅助是没有闪的，咱们 A 一下一个 ，OK， 配合队友直接做掉他之后，别急，让队友先冲，因为我是一个脆皮啊，知道吗？我是一个收割位，我不适合掉血。Q 到了，但是没有什么用。狮子狗没大招了，咱们这波把中路线给断一下，断完之后看能不能断一下卡特丁的会压卡特丁的盾，一个 Q1，敲一下之后 ，OK， 落抬起来，但是这波我们 Q1的大招惩戒，水银解一下 ，A 一下，惩戒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么灵活啊！一个闪一个疾跑，直接动龙啊！这波他们是没状态的，这卡特丁很疼啊，我现在不太敢往里面猛冲啊。先把这个小龙给打掉，但是要注意一点点，注意卡特丁，我们不要 Q3 用 A， 让队友去补伤害。惩戒，这样的话我们位置就比较安全，不至于被切掉。A 一下一个 Q13代，别急，再往后面拉扯一下，上面有个卡特丁，咱们开个草，一上来，别急，他应该在这个草里面，这个草，诶。那他在这个草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这个时候追不上了，咱们就把这个野怪给吃一下。我这经济捏的卡的也太死了吧！对面韧性有点高啊，应该是带韧性的。对面中单应该是带韧性的，打野我不知道带没带韧性，但中单肯定带韧性的。解控制非常之快啊！多少？他多几个头了？8个头了。卡特丁这个版本这样子出装还是非常之厉害的。像我经济没有拉开很大，11分钟都是1万经济，差的不多。我要需要的装备很多啊，我需要一个护甲，还需要一个魔抗。那么这个崩掉的杰斯选择了直接来吃我的野怪啊，咱们也没吃他的兵线，他为什么来吃我野怪啊 ？W 一下，回家吧，把装备补一下。下一件的话选择一个死亡之物吧。卡特丁的伤害不一定能一定中，但是狮子狗的伤害是很难躲的，因为它是普攻的伤害。咱们还是选择扛一下狮子狗的伤害吧。然后第4件选择一个青玉啊，这波的话就不做那个了，这波就不做影魔刀了 ，W 一下没中。来中路可以，没事，我们多个人呢，狮子狗开大了，血影，来开个反开，狮子狗死了。慢一点，看落手，继续追，五杀了，五杀，别动手，说话，黑子，我1秒钟不听黑子说话，我真的浑身难受啊！哎呀，好痒啊！好吧，浅的来个5杀。让大家看了6分钟的运营，好吧，这波来一波激情的团战，直接将大家那个看得非常之疲惫的双眼直接眼前一亮啊！等把这波中路线给清掉之后回家，把影魔刀给补出来，把死亡咒给补出来，然后再补青羽啊，先补青羽。这波的话，水银秒改啊，必须秒改，也不算预判水银吧，不算水银秒改，预判水银。这波水银必须得开了，因为这10多人肯定是要动手的。狮子狗跳大一定是有一个指挥的，让10多人撞我，对吧？10多人也在旁边，这波水银解掉了10多人的创之后，他们是没有一个连续控制把我给秒掉，秒不掉我的话呢，就是轮到我秒他了。但是刚才我是没吃到卡特丁的消耗的，记住没中魔抗之前不要被卡特丁消耗到，因为他的伤害是非常之高的，除非你能先手打他。要么就是他打到你的时候，你能直接大招 A1A 回血，那么这波队友死掉了，我们就不用管了，直接把上路线给清一下，把上来给推一下。这波的话，对面几个人，还有4个人，不回来守我啊！中路的话，队友都死完了，回家吧。这波够了，咱们回家把装备补一下。补完装备之后，下一波等个影魔刀。怎么局势还没打开啊？我感觉我们两边还是一波团的事啊。那现在我还是得小心一点。精神的高度集中啊！Q1，
刷完这个之后，一定要注意这把，一定要注意石头人加卡特丁这2个人才是关键。石头人是控制，卡特丁是伤害。狮子狗的话是小丑，知道吗？他这个装备是秒不掉我的，不用管他。我们只需要打他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卡特丁就好了。重点是卡特丁啊，因为现在没有魔抗。但是我们队友好像顶不住狮子狗，别着急，这波我们不能回家了，我们在这边顶个眼。我在路上。大招，Q1惩戒 ，A 一下水，Q 闪 ，A 一下 Q1 3弹 ，P3个，再一个平 A 一个 W， 再一个刺人去做了他之后 E 过来，飞机1刀，他没闪的2刀，E 过来3刀，有闪吗？惩戒，哎呦，哎呀，他闪好了吗？哦，对，我的闪好了，他的闪也好了，我靠！卡特丁没闪的，卡特丁没闪的，他没有保护罩。你们要拆的话，要注意卡特丁的盾。后面还有波线，别急，后面还有波线。nice， 我们是冠军，点塔。哎，他已经被我的气势给震慑住了，他怎么敢反打？这种剑魔谁看的不得抖2下？他还没掉裤子，已经算不错的了。没事，我收割了，直接 A 这吧，他肯定会过来找我的。救我！妈了个大！猛不猛？来吧，那就战斗。你们那边拉扯一下，别急，我这边先把后排切了，给他。让这个神内消耗，不能浪费时间了。我来了。卡兰看我，这个没闪的，我操，好肉呀！没用啊！你守家，他们打不了龙的，你们守家，哥，你听我的行不行？不用管我，打不死我的。你守好家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我在跟他 battle， 太狂啊，受不了了。来，应该还是走的，先破先攻 A 一下啊。